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怎么做到又开槽还密封的呢？昨天我发了一个关于航母弹射器发展历史的视频啊，很多留言都指向了如上所述的同样一个疑问，正好它也是我的疑问，所以我当然是要帮大家弄明白的啦。看好了，现在它来了，怎么样？是不是更晕了？所以这哪是我的风格嘛？我呢自然是要用 3D 打印了出来，然后把模型拿在手上给你解释清楚了。当当，这个才是真的来了啊！这个呢是弹射器的气缸。当然受限于我的 3D 打印机的尺寸啊，我只能从中间截这么一小节给你演示。你看啊，从头到尾这上面都是开了一道槽的。实际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这样的嘛。之所以要开槽，是需要让在里面运动的活塞能够连着外面的滑块，这样才能够将活塞的运动传递给舰载机嘛。好，这个呢是弹射器活塞模块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地方其实呢应该是冲着前面的啊。但是我先反过来让它对着后面好演示一下。你看，活塞进入气缸以后，理论上就会被后面的高压蒸汽推着往前快速跑嘛。但是由于上面有道槽，这个活塞后面的蒸汽一看，哟，不是还有一个更轻松的出口可以挤出去吗？那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推着前面的活塞跑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活塞根本就是动不了的嘛。那怎么办？只能给它加个盖子，把上面的缝给盖起来密封呗。但是又不能直接贴着这根槽来装盖子，因为你要让这个东西伸出气缸去连接飞机挂钩的模块能够真的伸得出去才行嘛。于是气缸盖就长成这个样子了。现在我把整个模型组装一下啊。你看弹射器的活塞呢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的结构我尽量做了简化，但是主要功能都在啊。这个地方前面呢应该还有一个尖锥状的头部的，就像我在模型里面已经做出来了的这样。至于它是干什么的，就留给朋友们帮我来补充了啊。好，咱们把这个东西呢插到气缸里面去。你看有2个头子会从气缸缝里面呢伸出来，一个就是这个橙色的飞机挂钩连接组件了。对了，其实蒸汽弹射器为了更有劲，是2个气缸这么并列着放置的，所以旁边还有一个跟它像是镜像了一样的东西伸出来，共同组成一个倒梯状的结构的梯子的那一横，然后梯子的一竖呢伸出去挂飞机了。另一个伸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活塞尾部的密封装置啦，它的形状基本上就是气缸盖子的截面的形状了。接着咱们把气缸盖给装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从屁股后面来看看啊，基本上整个活塞的后面呢就是密封不漏气的了，因为活塞屁股的截面呢已经差不多把整个气缸带气缸盖组成的截面都给覆盖完了。除了这边还是有道缝嘛。现在你不往上漏气了，但是要让蒸汽拐个弯向下漏吗？当然是不行的啦。接下来就是这个不起眼但是却非常关键的部件——密封条大显身手的时候啦。你看往这条缝里面一插，就完全挡住了吧。而且蒸汽的压力呢还会把它天然的给压紧，就更不会漏气了，只会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到活塞上去的。那么这根密封条是怎么跟这个橙色的需要伸出整个气缸去的，似乎有你没他，一山不容二虎的东西和谐相处的呢？咱们打开气缸盖来看看啊。你看，原来是这样的，它的顶上是专门为密封条的穿过留出了空间的，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斜坡，就是为了更顺滑的将密封条给顶起来，然后当橙色的滑块通过，密封条又会被活塞尾部的这样一个结构给压下去，再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让气缸再度回到密封状态。咱们把这几个零件稍微固定一下，塞入密封条来看看啊。你看，这是从后面看的状态，完全密封。然后你看，这是前面的状态，密封条被顶起来了，从而允许了一个伸在气缸外面的结构的顺利通过。是不是非常聪明啊？它呢，就是英国工程师科林·米切尔的发明了。可以说航母因为有了它，才能变得如此强大。